10种白酒泡的陈年神肉，看着像标本，实则是百年不腐肉。第一种一口就能把壮汉放倒，极致的酒精穿透，瞬间秒杀寄生虫的恐怖渗透压，以及让蛋白质疯狂发酵的生物转化。真正的极限保鲜是利用高浓度烈酒对生肉进行一场暴力的生物炼金术。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白酒泡的陈年神肉，来一场颠覆味蕾的醉生梦死。第10名，宁波糟骨头。吃剩的生猪骨头被扔进发臭的酒糟缸里，半年后挖出来，骨头竟然像豆腐一样软。你以为这是腐烂变质？大错特错，这是微观世界的一场脱钙手术。酒糟发酵产生的醋酸和乳酸会精准锁定并溶解骨骼中坚硬的羟基磷灰石。腌好的糟骨头咬下去酥弱无物，骨髓里的营养和酒香完美融合。这是古人在没有钙片的年代发明的最高效的补钙黑科技。第9名，广式玫瑰露腊肠。你以为广式腊肠只是挂在通风处晾干？错了，如果没有那一抹天津玫瑰露酒，腊肠在南方潮湿的环境里不出1个月就会变成发臭的朽木。玫瑰露酒是将玫瑰花浸泡在烈酒中蒸馏而成，其中的玫瑰多酚和高浓度酒精能有效抑制脂肪的氧化酸败，强行锁住肥肉的香气，让腊肠挂上半年依然红润透亮。第8名，江浙沪醉尼罗。软趴趴的尼罗泡在黄酒里，看着就像一罐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外星粘液，很多人看一眼就想吐，但这其实是一场利用物理学的鲜味爆破。尼罗体内的粘液极其腥臭，但高浓度黄酒制造了恐怖的渗透压，强行把尼罗体内的水分挤干，同时酒分子疯狂钻进去填补空缺。这个过程让原本软塌的肉质瞬间变得脆嫩无比，并且彻底杀死了体表的细菌。吃到嘴里那一口爆浆，爆的根本不是水，而是纯度极高的鲜味酒液。第7名，客家酒酿风肉。鸡肉或猪肉煮熟后，完全浸没在浓稠的甜酒酿里，密不透风。这是一个完美的3重防腐矩阵：无氧、高糖、酒精。甜酒酿含有高浓度的糖分，能高渗透压抑菌，再加上酒精杀菌，同时粘稠的米粒彻底隔绝空气抗氧化。在这种环境下，肉的纤维被酒酿中的酶分解得极其松软，肉味完全融入酒中。这是古代没有冰箱时保存熟肉最智慧的方法，能放好几个月不坏。第6名，醉蟹。螃蟹浸泡在黑色的酱油酒汁里，蟹黄变成了黑色或深黄色，看起来像凝固的胶水。你以为这是中毒了？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口感的顶级化学实验。酒精会让蟹黄中的脂蛋白发生凝胶化反应，原本流动的稀稀拉拉的蟹黄在酒精的作用下会凝固成一种半固体糯叽叽的状态，口感像咸蛋黄，但比咸蛋黄更细腻。但记住，做醉蟹要么用深海急冻蟹，要么彻底煮熟，但水生蟹直接醉，极易感染寄生虫。第5名，徽州风干酒肉。一块肉干巴巴的，硬得像石头，表面还结了一层白霜，闻起来竟然有哈密瓜和玫瑰的香气。你以为里面加了香精？不，这是化学界教科书级别的酯化反应。在长达数年的风干中，肥肉里的脂肪酸与白酒中的乙醇在时间的催化下缓慢结合成脂类物质。脂类就是自然界中水果香和花香的来源。第4名，意大利醉香肠。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人们把制作好的萨拉米香肠直接扔进顶级的巴罗洛红酒桶里，香肠表面染成了紫红色，看起来像中毒了一样。这是利用红酒中的单宁和酸度来构建防御工事。单宁是一种天然的抑菌剂，它能紧缩香肠表面的蛋白质，形成一层致密的保护膜，防止杂菌入侵，同时让内部发酵更缓慢、更均匀。这是将饮酒和食肉在分子层面进行的结合。第3名，法式红酒冻鹅肝。它看起来像一块背部包裹的粉红色的油膏，质地像黄油一样，完全看不出肝脏的样子。为什么要用干邑白兰地浸泡生鹅肝？这不是为了杀菌，而是为了变性与乳化。高浓度的酒精会让鹅肝中的蛋白质发生冷凝固，类似于煮熟的效果，但没有加热。同时，酒精作为有机溶剂，会溶解肝脏中丰富的脂肪，让脂肪与蛋白质完美融合。这样做出来的鹅肝没有一丝腥味，口感像冰淇淋一样丝滑。第2名，日式破渍鱼。鱼肉被死死埋在白色的烂泥里，看着就像一块发臭的腐肉。如果你嫌脏，那你就错过了世界级美味。这些白泥其实是酿造清酒后的残渣酒粕。
把它糊在鱼上，根本不是为了腌制，而是在进行一场硬核的体外消化。酒粕里富含的活性酶化身为无数把微型剪刀，像胃液一样将鱼肉中无味的大分子蛋白质疯狂剪切成爆鲜的小分子氨基酸。出坛后的鱼肉鲜味暴增数倍，入口瞬间直接炸开一股陈年奶酪般的霸道浓香。第1名，西班牙醉火腿。吃顶级伊比利亚火腿，如果不配一口雪莉酒，那你只吃到了它一半的灵魂。火腿本就是发酵肉，内部的酶在酒精的激发下，活性被2次唤醒。酒精渗透进每一丝肌纤维，溶解了火腿中的脂肪，将其转化为甘油和脂类。咸鲜的肉汁香与醇厚的酒香在口腔中发生碰撞，瞬间爆发出几倍的鲜味。这种汁酒交融的杀伤力极大，几片下肚足以让壮汉当场微醺。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酒疯美味有了更艺术的理解，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热爱美食的亲人和朋友。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